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燕纯，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非常重要，是解构川普变数，看懂风险的虚实。2025年投资报告书，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请记得听到跟看到最后。今天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张道宜，欢迎道宜。燕纯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对，这次道宜为我们专访了2位这个国际大师。那当然，这个川普当选之后，有非常多的说法跟推测哈。那我们就很想知道说，他到底对以后全球的经济，甚至中国，甚至是美中台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先来谈一下说，其实川普即将再度入主白宫之后，大家会期待说川普 2.0 会是什么样的样貌哈？先帮我们开头先讲一下说，他们对于未来的情况大概的期待是什么？财讯想跟所有的频道会员表达最深刻的谢意，因为有您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持续带来精彩的内容。当然还有很多观众留言赞助，以及帮影片按赞与分享，这些都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会员与观众，也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对，我想其实第一点是大家会从过去川普任期发生什么事情来去对照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其实从市场的脚步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大家对于股市的期待是蛮高的。对，因为事实上我们有统计嘛，川普在过去他在任内4年的时候，其实股价是一直往上涨的。是 S&P 500涨了大概是快60%，也有人算了，他可能是历届总统第一任期以来第4高的。第4高的，对、好，所以投资人对他的投资市场很有期待。对，但另一方面的期待就在他政策上，其实他大家也是个性非常的强烈。很多人对于政治人物的选举语言会觉得说，他可能是选前一套，选后一套，但这件事情在川普上面是不适用的，因为川普大概选前所讲的事情，大家都有相当大的信心，觉得他一定会去把它付诸实现。对，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好像不容置疑的地方啊，就是说大家对于川普 2.0 的认定是说他的执行力很强，意志力非常明确哈，所以他之前讲过的东西我觉得都是重要的参考指标，可能会是他未来的施政重点。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说，其实包括外交，包括通膨，包括贸易战，包括企业降税，包括内阁效率，他其实最近都端出了非常多政策。那我们先谈美国经济的整体情况好了，川普上来之后，对于美国经济他有一些优先顺序的政策要做，可能是哪些啊？首先第一件事情大家去想说拜登是怎么输的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膨。对，当然你也可以说拜登他的通膨是非战之罪，但结论就是他就是被通膨打败了。这个我真的可以分享一下，我有个美国朋友，他就说虽然川普的人格特质他们很担心，可他们过去4年的确感受到物价涨太多但薪水跟不上的窘境。在选择一个领导人的时候，他还是回到他自己的基本需求，薪水变少了，物价变贵，买不起了，这种实际的感受我觉得是很明确的啦。是没错，这个绝对是共和党政府现在会极力想要避免的一件事情。没错，但是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川普的政策在推行上很多事情对于通膨的影响并不完全就是要打消通膨。我问了2位专家，他们都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关税政策，他一定会施加一个很高的关税，对，特别是针对中国。是，那这件事情其实回过头来它一定会反映在消费者身上，物价可能会因为这样子而起来。对啊，如果关税继续拉高，中国还是制造大本营嘛，是，所以如果它产品要从中国卖到美国去的时候，成本又必须拉高，那这样又变更贵啊，这样怎么打通膨呢？没错，但川普他其实会透过一些不同的政策来去打消这一些可能的负面因素，例如说国内大规模的减税，也许我就有更减少了我在财政上的一些负担，但这个负担并不是平白无故打消的，它会转嫁到美国政府身上。是，所以美国政府已经非常严重的债务问题，可能会因为这样子而更进一步的去抬高，所以这就要回到另一个川普很想要做的事情。大家如果还记得，川普在投票前他要盟国包括台湾去交保护费，这是大家所耳熟能知，甚至也会让大家有点担心的。但其实如果放在这个脉络下，你会发现就是因为美国它在政府支出已经相当的高了，有一个统计发现说今年美国政府的支出在缴债息，就是它的利息的钱比它的国防支出还要多。所以就是他对他的人民减税，但对他需要保护的对象或需要协助的对象，利用另外一个方法
增加这个收入的来源。对，所以他会鼓励他的盟国，甚至他会去要求他的盟国去多增加一些军事支出，包括北约，包括台湾。了解，这是开源节流啦。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重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观察，就是说川普上来之后，对于页岩油的重新开发这件事情非常关键。是，这是关心到未来油价的发展。在拜登的时代呢，油价其实是相对比较高一点的，相较于川普的年代。那现在如果美国大量的再度开采页岩油的话，把油价降低，我觉得这个对通膨来说也是有压抑的效果啦。但油价如果降低，这到底会有什么样另一波的连环影响？所以我觉得油价的走势其实是下一波非常重要的重点。好，第一个是打通膨嘛，是。有第二个吗？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在外交上面，我们问两位专家，其实大家对于川普，大家觉得他的个性上好像蛮擅长挑衅别人的，会去刺激一些议题，但其实两位专家都提到说，他其实是一个不喜欢战争的人，他不喜欢真枪实弹去打，他喜欢打的是贸易战、经济战这件事情。那如果回到外交政策上来看，第一个他可能会去终止一些现在造成美国大量支出的一些国际的一些局势，包括说乌克兰啊，包括说以色列中东的状况，尽快去解决掉这一些国际上的一些事情，来去聚焦在他觉得应该要花钱的地方。对，就是他要把重点范围缩小了，重点应该还是放在亚洲这边啦。针对中国之间的战略，我觉得应该是他的重中之重。是，但我也蛮好奇，想知道说，除了外交、通膨之外，大家最关心就是贸易战了哈。是。但在讲这个之前，我想先请道宜。因为其实刚刚道宜分享了非常多两位专家的意见，但我们都还是没有介绍两位专家到底是谁哈。是，一位是 FT 的这个资深的评论员马丁沃夫，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多读者跟观众比较熟悉的。另外一位是老虎基金的合伙人哈，叫做 Bartos 嘛，对 Bartos。那这两位其实这对于投资市场跟对美国政府都有长期的观察，他们自己的分享都非常的有趣。那我们回来讲一下，就是说中国的部分，我想是川普上任之后，所有人都在看他对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马丁沃夫他怎么看？是，大家都觉得说川普他会是一个抗中的一个态度，对，这我想大家都是共识，也都是如此。但是我想马丁沃夫他提出了一个比较有趣的观点，是说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第一任期川普他在北韩在两韩问题所采取的一些立场跟态度，他其实是非常单刀直入的。没错，不仅单刀直入，而且他是愿意直接坐下来跟北韩的领导人坐下来谈。是，对，所以大家也会好奇说，那他会愿意坐下来跟习近平谈吗？就马丁沃夫的角度来讲，其实是的。他一定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对他这种交易型性格来讲，他要怎么了解他的交易对手？我直接坐下来跟他谈，他认为这是一个最直接可以去了解对方，而且拿到最好的筹码的方式。因为大家都不想碰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可以坐下来谈，一方面我可以显现出非常大的媒体的声量，另一方面如果我真的解决这个问题了，那我自己可以得到最多的光彩。不管马丁沃夫或者是刚才提到的 Todd Bartos 都提到，川普是一个非常重视个人色彩以及个人光环的一个人。没错，他是这个个人主义很强的人。是马丁沃夫所做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他在言论上确实会对中国相当的强硬，但在实际行动上，他可能会释出一些对中国一些让你出乎意料的善意，例如说直接跟习近平对话，甚至直接跟他会面来讨论一些过去大家觉得不好处理的议题，包括关税问题，包括说对中国的贸易不平等的问题。对，没错啦，但只是说对于美国整体的共识对抗中国的崛起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是方向上不会改变，只是说川普的手法可能会让大家跌破眼镜，或让大家觉得意外。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以后就是每天都要看那个川普投顾，他每天公布的新闻跟他发布的任何讯息，我们都要随时的关注，因为其实真的变化真的非常大。但是我觉得话说回来，因为川普他有个商人个性在啦，对，所以在那个谈判过程中，其实本来就有非常多的来回，然后非常多的这个筹码，这种事情就是要看结果才会知道。这就的确为市场带来非常多的波动跟变数啦。所以其实这一期我们的725杂志有特别提到说，其实在投资市场上就是要战胜波动，所以你的方向如果抓得很明确，你就不会害怕短期波动的影响嘛。是。那Bartos他的看法又是怎么样呢？是，第一方面他其实对川普有一个非常深入的观察，因为他有说了，他说他的祖父跟川普的父亲是一起在美国开发房地产的，所以他其实算是一个非常相对近距离的去观察川普的人格。那他有讲到第一点，川普对于低利率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的是像他的 DNA 的一部分。
哦，他喜欢一个资金宽松的环境，因为他做房地产起来的，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息息相关。资金宽松的利率比较可以扩张嘛？是没错，但同时来讲，联准会这件事情变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对，不管刚才讲的通膨来讲，或者讲的是大家可能现在很多投资人手上都有的美债，这个跟联准会的态度都有相当大的关联。全世界都知道，现在联准会的主席跟川普在很多政策议题上其实是比较没有那么的一致的。对，那这也是 Barkos 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因为很多人都很想知道，联准会的记者会也有记者直接问说，如果今天美国的总统当选人要求你下台，你会下台吗？但对于联准会主席 Jeremy Powell 来讲，他一定不会下台的。他们是独立的机关啊。没错，这个是在不管是就法律面来讲，或是实际上 Jeremy Powell 的态度来讲都是如此。但是川普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会用一些方式来发挥他的影响力。那我认为其实 Todd Barkos 的观点其实很有趣，他就是说我就会指定说，我认为谁很适合作为下一个 Fed 主席的一个做法。那就媒体的角度来说，我当然就会去问他未来的利率决策的一个政策的方向。那这个就会无形造成现任的 Fed 主席的一个很大的压力。对，影子主席是影子联准会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是过去没有潜力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不管是政界或总统都应该要尊重联准会作为一个货币政策机关的独立性。但这个对川普来讲，显然他不 care 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也不能说他不 care， 但只是说他的强势主导性太强了。没错，所以我们就是要必须观察。不过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嘛，他喜欢宽松的利率环境，可是他还是得面临到通膨的问题。是，所以这个就是两难啦哈，必须要细细的观察这个中间的操作，怎么样才做到真的又让通膨降温，又让资金宽松，可以刺激的经济的成长嘛，对不对？所以说Barkos就有提到说，其实另外一个人士现在应该还没有定案，就是他的财政部长到底是谁，其实是蛮重要的。非常重要，因为财政部长同时他要去缩减政府的财政支出，但同时他对于财政政策他又会有一定的影响力。川普在用人上一定会是为己适用，他会对川普忠诚的人他才会去用他。哦，对，忠诚度摆在第一位。没错，所以这个人能不能够影响川普去避免他这种比较挑衅性格的个性，并且能够发挥一个财政的专业人员去缩减政府支出，去优化美国营运效率，这个人的所需要的交易艺术可能比川普更重要。真的，我想要用人，我就很想要问马斯克啦，因为其实最近马斯克因为川普当选真的是爆红，包括我们这期也做了马斯克概念股。刚刚道义也讲了嘛，川普是一个把光环放在自己身上的人，马斯克其实也是啊，对不对？没错，所以我们大家很好奇说，这两位大人在一起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那是专家要怎么观察他们两个的互动呢？是，我觉得其实马丁沃夫在这件事情上，他有提出一个我认为是现在大家比较少提到的，就是说他其实蛮大胆的预测，认为其实 Elon Musk 大概在川普的领导的团队不会待太久，可能几个月他可能就会离开了。因为其实很简单，一山不容二虎。其实两个高度自我中心，并且都非常享受群众光环的人，他其实很难在同一个团队里面成为两个领导人。那当然，就美国来讲，总统当然是 Donald Trump， 但是 Elon Musk 他能够乖乖的，就是当一个帮他优化政府效率的人吗？显然不是，这不是他花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力气帮助他选上总统的一个想要做的事情。那另一方面，如果大家去单纯就企业的表现，或者是美国产业的成就来评价这两个人，大概 Elon Musk 还是比 Donald Trump 还要更优秀的，而且他可能颜值还更高，就是年纪更轻、颜值更高等等的。对，可是在年轻的时候也还不差啦。是，但他的企业成就当然是可能相对川普来讲更成功，毕竟川普可能还破产3次，很有可能他的光环会大于川普。显然川普是不乐见这件事情的，除非 Elon Musk 愿意真的把自己在政府的地位降得非常的低，真的就是乖乖的为川普做事情，不然大概这两个人共事的时间是大概几个月。这是马丁的观察啦。不过我们自己在想说，马斯克的事业尤其是特斯拉，其实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的。没错，这件事情跟川普的中国政策会不会有一些抵触，或是有些矛盾？这件事情其实外界很好奇。没错，对，那专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啊？大家都知道 Elon Musk 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事业体是在电动车，那这个跟川普所要对抗中国的一个政策上确实是有一些抵触，而且他在中国电动车的这个产能其实蛮大的，是非常大，所以说其实这个在利益上确实有可能会有一些冲突。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上，第一个在川普的政策执行的过程，这种矛盾跟冲突其实不是第一次。那大家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川普是非常自我中心。第二件事情，回过头来也要想
Elon Musk 对于川普的影响力，我们都知道川普跟过去的盟友闹翻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甚至连跟他女儿都有可能会没有那么亲近。但是 Elon Musk 等于是在川普最困难的时候，不只给钱，他也现身力挺。再加上刚才讲的，川普其实是不喜欢打实际上的战争，他可能会喜欢透过跟领导者的见面来解决很多问题。对，我觉得马斯克是一个非常好的桥梁。是，所以也许他可能会透过马斯克成为他对中谈判的一个筹码。因为我回过头来，川普他所追求的并不是真的去跟中国杠上，他所追求的是美国的极大化利益。没错。所以当他的战略目标可以达成的时候，也许在他很多事情上他都是可以改变。川普他就一个很标准的交易型人格，我只要最后的成效是好的，表现是好的，我其实不太 care 我中间过程我到底怎么做到。了解。好，这件事情又让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局势变化还很多啦哈，所以我们会密切的为大家关注。那最后我蛮想问你，就关于回到这个投资市场上，其实Paco对于投资市场有一些建议啦，包括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有趣的建议，因为川普不是要驱赶非法的移民，所以他说监狱股会很不错哈，这个对我们带来新的想法，我们没想过说，原来在美国投资市场也有这样子的选项。对，那所以他对于整个投资市场，他有看好哪些产业吗？是，第一个就是像诚如刚才燕纯讲的，就是监狱股。那为什么会有监狱股这件事情呢？因为在美国，它其实有一些监狱服务，它其实是外包的，包括它的整个机构，包括它的人力都是外包的。那我今天我要把这些非法移民，数以百万计的移民要移出美国，我不可能直接就他们直接你3天内立刻走人，这不太可能。我可能得先把人把他给找出来，把他放在一个机构里面，然后再慢慢的把他就是移到边境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民营的不要讲监狱了，它就是一个民营的有拘束功能的管理机构，可能是个暂留所的概念。对对对，它可能就是这个部分，它就有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需求。那所以第一个是监狱股，很直接的政策概念股，当然这个还是要去配合它是不是真的会做到这件事情，因为移除移民这个过程，它的手段确实有可能引发一些国内的一些分裂。例如说，地方政府还是有些民主党的州长是相当强势的，包括加州。我们所提到其实是一个政策下可能受益的类股，但不代表说过程就会非常的平顺，如川普所预期。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调整或者是折冲啦，因为毕竟这件事情要执行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不过它就是个概念的逻辑啦，没错，提供个投资方向。是，但另外一个其实市场很乐见的就是在金融股的部分，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川普是金融出身，他对于金融的去监管化这件事情其实非常乐意去做的。为什么会有这个议题呢？就例如说，我今天在并购一个公司，可能政府的角度就会想说，这次会没有反托拉斯的问题、独占的问题。但对川普来讲，他可能就比较不会去抗胜这样的一个议题，他就鼓励一些这样的事情来产生。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金融业就是很可能受益的包括一些投资银行，他今天在做这些并购的咨询，可能就有很多业务可以做了。没错，没错，它的框架被拿掉了之后，它就可以施展得更开。不过我觉得另外一个金融相关的议题就是有关于加密货币这件事情。是在川普上来之后，对于比特币这件事情，他说要纳入储备嘛，对不对？没错没错，这件事情我觉得蛮大的改变哈，代表说真的是一个被认可的公开的可交流的货币啊。这件事情我觉得对金融市场来说会影响很大吗？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之前我们就是也有采访的，就是 MicroStrategy 的创办人，他其实最近如果大家有关注美股的话，其实 MicroStrategy 在美股的交易量上一个交易日应该是第3名，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大量的去买进这些比特币，所以大家市场其实非常的看好。他应该是全球持有比特币最多的上市公司嘛？没错没错，这个就变得非常的简单，因为比特币的需求增加了，而且它等于是被美国政府会赋予它一个官方色彩的一个，包括就是官方储备，所以这个需求可能会再进一步的提高这样子。对，其实财讯过去对于比特币的报道非常多，包括我们也访过这个 MicroStrategy 的老板，所以这个相关的报道我们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里面，有兴趣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除了刚您讲的这个监狱金融之外，还有什么是大家可以关注的投资方向？是，还有一个其实大家比较少提到的是消费这一块因为大家可以想一下，美元指数一直在节节的攀升，那美国的整体经济成长还是比其他的国家要来的强势，是，所以这就反映一件事情，是美国人看起来还是有蛮多钱可以花的。当然这还没有算上未来可能发生的通膨，但至少现在看起来美元指数强，而且外国货到美国还是蛮便宜的状态下，可能会让美国的消费的力道还是会蛮旺盛的。那这个某种程度上就会反映在零售的类股的这个上面，这个是可以观察的。当然还是要强调通膨这件事情，我相信
也许套一句马丁沃夫的讲法，可能连川普都不知道会往什么方向走。对，大家摸着石子过河，边走边看啦。没错，没错。因为还很多连锁效应，就是你看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可能还要冒出另外一个问题哈，所以就是随时修正。那到底这次访完2位专家之后，你觉得他的感想是什么？他们对于美国的前景，对于未来的这个局势是乐观的吗？其实我觉得他们2位其实差别很大，因为像刚才讲的 Todd Butler， 他其实过去他曾经担任过老布希时期的白宫经济顾问，他可能立场上相对是跟共和党比较亲近一些的，所以他对于川普执政下的美国经济是给予非常高的肯定，并不是对这个人，但是对他的时期的美国经济是非常高的肯定的。了解。但是不管是马丁沃夫或者是 Todd Butler， 他都强调不可预测性，不可预测性，不可预测性很重要，所以要讲3次，非常重要。他们都很难去预测到底，他甚至认为川普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往什么方向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大家知道川普其实目前他的最大限就是他只能做4年。对，因此马丁沃夫一个更大胆的预测是，川普可能会透过一些方式去让自己的任期延长超过4年，打破这个4年的格局。他也想要学习普丁吗？对，或习近平吗？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普丁跟习近平是他算是领导者的这个身份上非常想要学习的对象，因此这个相当大胆的预测是他可能会透过一些方式来宣布，例如说紧急状态，例如说一些在法律上的一些方式，让他自己的任期可以扩大。后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阻碍，包括参众两院，包括共和党的建制派，所以后续是不是真的能如他所愿，真的还是要观察。但至少可以确定的事情是，川普这个人的不管是人格上，或者是说他的做法上、战术上，确实让2位大师都还蛮难以预测的。了解。如果反映在投资市场上来看，我觉得大家心里要更笃定说，到底我投资要放在什么样的部位，我要做什么样的投资方式。其实这期我们的财讯725期里面以战胜波动为主题来提醒大家2025年的投资方向，就大家都要心头按2后栽啦，不然的话你会完全受到川普一言一行可能就被洗出去了哈。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要想得非常清楚。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215集独家专访高通执行长，解析全球晶片大厂的边缘 AI 新战局里面的留言。财团 Junin Lin 曾这里的论述有些偏误， NVIDIA 在边缘运算其实也有非常大的市场占比，不说别的， Jetson 平台就布局甚久，甚至也已经深入到非常多的应用领域，在某些边缘运算领域 Jetson 平台也几乎到了难以取代的地位。应该是这样说了，我可以把它解释的比较完整一点。其实 NVIDIA 的确在端点这个边缘运算部分布局非常多，而且它其实也跟非常多的台厂合作，就希望把 AI 落地化。只是说因为这次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是以高通为主了哈，它在落地这个部分其实也算是布局非常久，而且非常的广，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从不同的利基切入到 AI 的运算，从云端到端点，基本上大家都不会放弃。所以这个部分感谢这位观众帮我们的补充。Fu Kyung Tai宏达讲得非常好，很客观。没错，这就是我们这个半导体一哥他的功力。对，宏达哥。最后一个是 Tang Chen， 最棒的就是结尾，谢谢分享对台积电的看法，让我安心不少。对，我觉得台积电它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跟客户共同成长，共存共荣，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基本功，如果我们有把核心的东西抓住了之后，基本上对于波动我们就会比较有点底气，可以面对这样子的变化。是，对，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川普上任包括台积电的挑战大家都非常关心，但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追踪，提供最新的报道。好，今天非常感谢道瑜的分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翻阅财讯第725期杂志，里面有更详细的介绍，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